他每天回来，他就坐在沙发上打游戏。老大是个兒子嘛，6年級了，就有受他的影響。老大就說：“媽媽，我也要打遊戲。如果我去阻止他，他會告訴我，爸爸就可以打，憑什麼我不可以打？”誰能想到大兒子上了初中，爸爸進入青春叛逆期了？我覺得我壓力很大嘛。高峰期的時候，我們有接近200萬的一個貸款，我就想在遊戲裡面去麻痹自己。說真的，當我聽到這一刻的時候，我整個人的心都涼了。我忽略了我的家人，更忽略了我老婆。老婆，我對不起你。謝謝你來了，敬請關注。我以前總以為賺錢就是愛這個家。躲在這裡，逃避外面的風雨，也逃避它。但我逃避的每件事都壓在了他身上。老婆，對不起，因為我的逃避，差點失去你。老婆，對不起，因為我的逃避，差點失去你。讓我們請出被制線人妻子劉娟慧出場。大家好，我叫劉娟慧，來自重慶，今年40歲。VCR 最後一句話說差點失去你，你怎麼理解這3個字？它應該是指的我們在婚姻當中，我有提過2次離婚，以及去年發生在我身上一件特別的事情，讓他有了一種醒悟，覺得因此有可能會失去我。覺得失去不再只是一個遙遠的想象，很有可能是對，不僅僅是內心的失去，而是真正的失去。這樣，您也稍微調整一下情緒，我們也請出今天的制線人，也是您的丈夫。讓我們請出制線人丈夫劉發勇出場。大家好，我叫劉發勇，我和我老婆是同齡的，86，也是40歲。我們都姓劉，血型也都是 O 型血，我感覺也是一種緣分吧。我剛才在那個片中也看到了，有一個快速的鏡頭，我不知道有沒有看清楚，好像有一個手機的畫面的截屏是您的這個欠款情況。對，高峰期的時候，我們有接近200萬的一個貸款。我們從農村出來，我想的是能給家庭、自己的小孩和老婆能達到一個很好的一個生活水平和品質。所以從19年我開始創業。我做的是 PVC 地膠，就是大家能經常看到的，就在醫院、學校地面用的一種裝飾材料。因為我們存款加在一起的話，也就幾萬塊錢。所以從19年我們開始創業，我們都是負債。家庭的總存款幾萬元，但是欠了200萬元的債。因為我進入這個行業過後，我知道哪些東西好，哪些東西不好，所以我自己做的產品，我也是按照我們自己的標準，包括健康環保的東西在做。但一般這樣價格也高。對，就是往往這個原因，所以我的債台高築。其實最開始的啟動不是就說馬上200萬的一個高築，一點一點。對，因為我們做這個行業過後，你要不斷的擴大規模，不斷的投入資金，我們才就是有單我才能走，不然的話你很多東西是沒辦法選擇的。明白了，我們也問問看，您剛才提到過去幾年的時間有2次提出離婚，對，是一個什麼原因？跟這樣的債務有一定的關係嗎？最主要的就是因為債務，然後在這樣的一個高壓的情況下，我的老公他就
回到家的时候就會用一些方式去進行一種逃避，然後讓我接受不了。第一次您提出離婚，他是哪一年還記得嗎？第一次应該就是在2020年的左右，因為我們是19年開始自創品牌的嘛。然後當時他為了去拓展業務，以新進的品牌想在市場上站住腳，能夠有經銷商，那你肯定是需要通過一些渠道去認識這方面的人。那麼當時呢，他就會去參加一些行業類的一種應酬，比如說通過這個老闆去結交另外一個老闆。然後剛開始我是很能理解的，因為現實生活當中我的老公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可以說是三好男人。但是從開始的出去只有1-2個小時、2-3個小時，然後讓我徹底爆發的就是他整夜未歸。我深刻的記得那一天6點多的時候，我把飯菜做好，因為我是在外面上班的。他說老婆，我今天不回來吃飯，我要去陪幾個客戶應酬。我說好。我說那你要早一點回來，因為他不会打牌，每次都是輸，每次都是去交學費。然後那天我记得9點多的時候，我就提醒他，我說老公9點多了可以回來了。然後他說好的，我10點鐘回來。可是到了12點他還是沒有回來，我再給他打電話，他直接給我掛掉。然後當天晚上我徹夜難眠，慢慢的可能小酌了一會兒，5點多我又醒了，我又給他打電話，他還是沒有接。然後這個時候我就應該起來了，因為我們家有2個小孩，給我的2個小孩弄早飯，弄了早飯，然後孩子出門了，大概是6點半左右，他回來了。可是他回來看到我，一句話也沒有，就是很冷冷的站在那裡。然後我當時的臉色很不好，我直接就說你到底還要不要這個家？然後我就給他說，如果你繼續這樣的話，我們就離婚吧，我真的受不了。然後他當時就冷冷的看了我一眼，直接的就走進卧室去了，然後什麼也沒說，我還得收拾起我的情緒，繼續去上班。當天晚上回到家，他沒有跟我說任何的話，接下來就是10幾天的冷戰。我們睡在同一張床，但是卻各自蓋着各自的被子，也不說話，也沒有交流。不說話，實在有什麼想說的，就是通過孩子去轉達，但一般都是我找他轉達，他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您剛才提到像這樣在外面應酬打牌徹夜未歸是常常發生，還是說那一天一晚上？那一天就是一個引發點。他之前的話每一次可能就是2-3個小時、3-4個小時，可能最晚1-2點能夠回來，我覺得我是能接受的。但是其實在這期間的話，我已經給他提出過所謂的抗議了。可是他說你一個女人家懂什麼？我是在拼搏，我是在掙錢，我在掙錢養你們。明白了，明白了。我們也問問看，當天到底發生了什么？是就真是在陪人在打牌是嗎？是真的在打牌，打了通宵。通宵。我老婆刚才也說了，我是不抽煙、不喝酒，也不打牌。從進入這個行業創業呢，想的能拓寬我的資源，想的是他能更多的從我們這邊採購材料。出於這種想法呢，很多時間就是在外面陪所有的客戶，所以就沒有顧及到老婆的一個心理狀態。從我單方面當時的一個想法，我就是說，我們農村有一句方言叫貨包頭嘛，意思說不善於去言表，也不善於去推銷，但是我做到了這一個銷售的路子和一個創業的這條路，我把我自己所有的壓力都頂出去了，我要去見所有的人，去結交所有的經銷網絡，去推廣我們的產品。因為有很多壓力我都自己在承擔，我不敢說給我老婆聽，我知道女孩子她承受不了這麼大的壓力，去自己去默默去承擔，但我又覺得我這麼大的壓力你還不理解，你小題大做。我只知道您心裡的那個憋屈的點在哪兒了，這雙方溝通出現了巨大的障礙。當然這只是第一次提出離婚，對嗎？對。第二次呢？第二次的話應該是在22年左右的樣子。我們的照樣的壓力還是很大，然後他每天回來
他就坐在沙發上打遊戏。当他觉得比如说業務不好，然後債台高築的時候，比如說銀行催款、廠家催款的時候，他就會一直打到2、3點，他也不上床睡覺。我家老大是個兒子嘛，那個時候也在6年級了，剛好就開始要進入一個叛逆期。然後我們家老大就有受他的影響，老大就說媽媽我也要打遊戲，然後經常會偷偷拿着我的手機打遊戲。如果我去阻止他，他會告訴我爸爸就可以打，憑什麼我不可以打？誰能想到大兒子上了初中，爸爸進入青春叛逆期了？所以其實在這個點上，我對他是很有意見的。我覺得你在潛移默化當中，你去影響了我的孩子。因為自從我和他結婚過後，我的整個的心思全部在家庭，孩子就是我的唯一，家庭就是我的唯一。您是有2個孩子，对，老大那個時候是小升初，哎，對，老二呢？老二的話就剛好上小學1年級。就是幼小衔接，压力是很大的。就是我又要每天下班回家，我要做飯，我還要看他們的作業，我還要輔導功課。可是他可能一吃完，雖然說碗是他刷，他癱坐在沙發上就一直打遊戲，打到2、3點，你怎麼叫他來睡覺也不睡覺，然後反而會給你發脾氣，說你不理解他，這是他釋放壓力的一種方式。我深刻的記得，就是在這樣反反复复的很多次的時候，有一天我們為他打遊戲這個事情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我說現在孩子變得開始沉迷打遊戲了，你每天就這樣坐在沙發上，我叫你，你哪怕是叫他幫你拿個東西，他就說我沒空。然後那天2個小孩睡覺了，大概是11點半的時候，我就叫他進來睡覺，他開先說好，然後後來就轉變成不耐煩，然後直接就是裝作聽不見。當時我一個人就在臥室裡面，那個時候應該是12點半左右吧。然後我就在回想我和他剛開始到現在，因為最開始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的父母是強烈反對的，包括那個時候我有很多更好的選擇，可是我選擇了和他在一起。我就覺得我這一路走來，我覺得我很心酸，我很委屈。我理想的是找一個很疼愛我的丈夫，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打遊戲的，可是現在他除了不抽煙好像什麼都占了，我就很生氣。然後當時我不知道怎麼想的，我就開門走了出去，然後我把門狠狠的一關。當我走下我們那一棟樓的時候，我特地還站在那個把子裡往我們上面看了一下，我以為他會關燈出來找我，可是我足足站了5分鐘，我沒有看到他的身影，就連在床邊的身影我都沒有看到。然後我就這樣漫無目的的，我就走到了我們小區外面的大馬路，我想打車回家，但是我沒帶手機，我也不想回去，我不想讓，因為當初是我義無反顧的和我的父母對抗，選擇了他，我不想我的父母看到我如此的狼狽，我不想讓他們看到覺得我輸了。在轉了1個多小時過後，可能1點半到2點左右，我回到了我們的小區的那個長椅上，我就坐在那裡，然後下來靜靜的思考，回想曾經走過的點點滴滴。我覺得可能是我的錯吧，我不夠理解他，他可能真的壓力太大了。然後就是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失去家庭，我希望我的孩子有父愛有母愛。然後我就一個人靜靜地回家了。當我打開門的時候，四目相對，卻無言以對，還是什麼話都沒說。沒有，他只是放下他的手機，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後我就直接進臥室睡覺了嘛，他也就跟着進來了而已。然後同樣的就是我們2個人各蓋各的被子。那一次我也是給他提出了離婚，甚至就是很平靜的，要不我們離婚吧，2個孩子歸我。我不想我的孩子有這樣的福氣。然後他也很坦然，好，我答應你，什麼時候去？說真的，當我聽到這一刻的時候，我整個人的心都涼了。然後又是漫長的10幾天，在這當中我不停地做着思想鬥爭，我又反思，我當妻子當得不夠好，是我自己沒有把孩子教育好，我去怪我的老公影響了我的孩子，所以我覺得還是我的問題，我不應該無理取鬧。然後我又去主動跟他和好，然後我們就又和好了。每次這樣15天之後，都是您主動再去找他和好。對。我們問一問丈夫這邊，
凌晨12點到1點，手機沒拿，出危險連打電話報警都沒有方法，就沒想着去看一眼。因為我還是站在我的角度在想事情，我就是一根筋的就覺得他還是在取樂，我覺得我壓力很大嘛，每天睡醒就要面對的就是我的高額的債務，我現在就想在遊戲裡面去麻痹自己，我不會去想我明天的工作，我的債務，我明天能不能出單，全部不會去想，所以就2點、3點或者5點通宵的，就是能熬到自己能馬上倒頭就睡，沒想過就是說第二天還要做什麼事，所以我活在了自己的世界裡，完全就是忽略了我周圍我的家人，更忽略了我老婆。那個時候生意怎麼樣呢？狀態還貸順利嗎？不好，那段時間的話，和老婆的感情也不是很好。其實以前我們感情是很好的，在創業之前，其實我的所有銀行卡，手機密碼，所有的東西我老婆都是知道的。我可以不知道她的，但是她必須知道我的。所以我們是非常相互的理解和信任的。我記得他剛才有提到一嘴，他說其實有很多人追他，他父母是反对當時選擇你的，他頂着所有的壓力，一个人堅定的選擇了你，然後甚至我覺得可能跟父母都鬧翻了。是的，我們前期的話談戀愛確實也經歷了很多。我老婆的家庭的話要比我們要好的很多，所以我也是在自卑當中。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勇氣，幾萬塊錢都敢來創業，也是我一方面我想證明自己，證明給他們父母看，我老婆選擇我沒選錯，我不認輸。你們哪一年認識的？2005年。05年，那好多年了。對。您當時為什麼堅定選擇他呀？他身上最吸引您的是什麼？因為當時是我們在一個公司是同事嘛。開始的時候他和我說話我都不會搭理他的，但是後來是在公司的一次團建上，我聽說他姓劉，他起來做自我介紹，就是我們很講究一個什麼家們哈，就是同姓的意思比較有緣，對，然後就這樣有了接下來的一些交流。後來是他聽說那個時候我是住公司的寢室宿舍嘛。他是聽說我很會做飯，然後會幫同事洗衣服啊什麼的，他就覺得我是一個很勤快的女孩子，然後他就主動追求的我嘛，我就覺得他這個人給我的感覺就是就如照片看到的哈，就是很老實的一個人。這是當年啊？對，這就是當年的我和當年的他。這是當年最流行的髮型。其實當時的話，我不是很願意的，因為包括家裡面也有介紹條件更好的，怎麼說呢？可能就是一種所謂的緣分吧，感覺就莫名其妙的就答應了他，然後就這樣子在一起了。就是喜歡。對，就是喜歡，就是可能我對他不是一見鍾情，應該是日久生情，就是這樣子。一點一點相處，慢慢開始依賴。對。剛剛開始結婚的時候，那一陣怎麼樣？兩個人在婚姻當中是一個怎樣的相處模式？很甜蜜。說真的，我們一直的話就是，上街我們隨時都是手牽手的，然後也會像那些情侶一樣，空閒了他會帶我去哪一個餐廳，我們吃一點飯。雖然說很簡單，但對於我來說那就是一種幸福。那後來為啥呀？站在你的角度，你覺得那轉折點在什麼時候？您剛才也提到了一個，是不是跟這個創業？貸款壓力，這是一個直接的導火索。是的，就還有幾個簡單的例子。我覺得我老婆很多東西都在反對我。有一方面的，就像我們家廚房炒菜的菜鍋啊，我不管怎麼去清洗，怎麼去處理我們炒菜的話，它始終生鏽很嚴重啊，我覺得不安全，我要換。但是老婆考慮到，那我們家庭現在本來就是很大的一個壓力，覺得這個能用。就沒必要去換。再其次呢，我們的床墊，自從我們購置這個家，已經有10多年了吧。我們2個小孩都是在這個床墊上長大的，就我們小孩的在上面畫的地圖、料誌，現在都還保留至今。我覺得我應該換一下床墊，讓我們睡眠能不能好一點。其實我老婆都是從節約出發，想的是能把負債能清零過後，
再來考慮後面的事情。啊，还有一个更小的，我想买一个小狗，就是不是很名贵的宠物犬，我就想养一条小土狗。哦，家里想养个小宠物。对，田园犬。哦，我觉得小狗它能跟人带来很多的一个情绪价值。就是它能根据我的意愿去做很多事情。但是我的老婆，我觉得她都不同意。那创业之前你们家听谁的？谁做主？听老婆的。在你创业之前，那些没有涉及经济和债務問題，也家裡邊大事小事都聽老婆的。對。就是他當時創業的話，我是持反對意見的，因為首先我們並沒有多少存款，然後這個風險也是非常的大的。可是他一再的給我強調，讓他試一試，試一試。我說好，我給你3年時間，如果你試成功了，當然就最好；如果你試不成功，我們就把我們現在居住的房子賣了，那麼我們又重新開始過租房的生活，我都願意陪你過。其實我最主要，我們感情不好的點，不是說因為我們債台高築，而是在這當中，他對我的一種內心的情感的忽略，他的心只在錢上面，我就是掙錢的，你只需要把家庭照顧好就可以了。可是我是妻子，我是媽媽，我在家。經歷了這麼多事兒，確實把我老婆逼瘋了，真的逼瘋。哎呀，您說到最後還真的就把他快逼瘋了。您是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後來這個情緒演變成什麼樣了？就是應該在23到24的時候，我就逐漸的發現自己的很多情緒和想法有一點不太對勁了，我過得很壓抑。我不快樂，我覺得我的人生沒有意義。我會因為孩子的成績，或者因為他打遊戲，我會覺得我整個人就快暈過去的感覺我就快死掉了。我會因為我的老公的業務，比如說他說，哎，這個月可能算了一下，哎，這個月沒有盈利，我就會好像有一種莫名的一種恐慌，我又覺得我不能夠幫上什麼忙，因為我在公司做文職的話，也只有4000多塊錢一個月嘛，我就會整夜都睡不着覺。我以為我只是單純的睡眠不好，然後在25年上半年的時候，我就覺得這種反應吧，就越來越強烈了。當我坐在去公司的車上的時候，我好希望迎面來一輛車，然後就此我就走了。我無數次這樣的幻想過後的，我就開始自我懷疑，我說我是不是抑鬱了？然後我就悄悄地在手機上去做了那個測試，結果他就提示我是中度和重度都有。最壓垮我的應該就是在去年的6月份那一天，我去醫院只是做一個常規的身體檢查，突然間我就在電梯裡面就暈倒了，因為我一直是有低血糖的，所以暈倒對於我來說是很常見的事情。然後當時就在我現在潛意識的一個就是記憶當中哈，當時的話他們是有對那個糖水給我喝，喝了就好了嘛，好了他就扶我回去，結果回去沒有一會兒我又暈倒了，我就連續的暈倒，然後後來我就記不起了。我完全沒有記憶，包括現在我也記不起，我自己記得大概就是後來我去了醫院，然後那段時間我會很想哭，然後就是我很想一躍而下。那一段您還記得嗎？刻骨銘心。就是從他暈倒，以為是低血糖嘛。喝了糖水過後，我就把他接回家了。但是回到家過後，還是連續去暈倒。睡眠一段時間過後，就開始起來，就開始胡言亂語，神志不清，就是突然在床頭，突然在床尾，神情呆滯，眼裡看不到任何的光。我們跟他說任何的話，全答不上。突然起床，拿着菜刀要跟小孩削水果。我這時候才突然的發現，她不是以前的她了，不再是我老婆了，判若兩人。當時我基本上是腦袋裡面就是空白的，就不知道自己應該做啥了。至少說有1個小時的時間一直在
默默地看着老婆一直在監視着他，我才想起帶他去醫院，就感覺自己真的要失去他了。那時候才真正的意識到我覺得要失去他了。之前您裝的那麼冷淡，那麼剛烈，是因為您心底從來沒有真正的相信您會失去他，對嗎？對。當拿到結果的話，就是中度焦慮、重度抑鬱。當時我完全就是突然感覺就不知道怎麼辦了。他就像個2、3歲的小孩一樣，就是稍微有一點情緒，或者一個醫生對他說了一個他不願意做的事，就完全就是控制不了情緒，打鬧、哭泣。當時我在腦海裡像電影一樣，不斷的出現各種片段，我老婆能不能治好，浮現出很多不好的一種想象，我才真正的覺得我真的要失去她了。我不知道我後面應該怎麼辦。其實我的頭髮並不是少年白，一夜白頭，就這麼來的。在她這種狀態的情況下，我第一次就說流下了我自己的眼淚，真的是第一次。和她10多年過來，我是不流眼淚的。那我的內心就是我已經想好了，如果在醫療條件下治不好的情況下，我馬上處理我的資產，變賣我的房產，開着我的小破車，帶着他去看大美山河，看在不同的環境下，調節不同的心態，能不能把他引導回來。這時候沒想的一走了之，沒有，沒想到再逃避了。現在啥都不想，我公司的事情我全部不造了，頂多就是接一下電話，反正就是全心全意，全天24小時，像照顧小孩一樣，起居、飲食，包括吃藥，也包括我開始走進廚房，開始學着做他喜歡吃的東西。他喜歡吃什麼菜？說3個。生蠔，生蠔，對，花蛤，海鮮重口味的這類的東西。一道一道菜，希望他的生活能重新快樂起來。對，那這個治療持續了大概多長時間？在醫院的話是持續了1個月，因為我們的父母在老家也幫不上，所以在醫院的這1個月的時間裡都是我在扛，小孩他也根本分擔不上的。因為這種疾病呢，就是靠吃藥，穩定情緒，是睡眠，一天可能20個小時都在睡眠，基本上也吃的很少。可能也就是喝一點水，喝一點我們說的米湯。出院過後呢，家庭還需要開支，還需要高額的貸款，每個月的話基本上有2萬的一個支出額度還貸。對，是的，所以還是得繼續，我就只能和他們的父母商量，送到了老家去。下午6點鐘下班過去看了過後，晚上12點又回到重慶。就是說。這1年時間基本上就是這樣過來的。今年就是說出了一個康復通知，可以停藥了。可以停藥了。對，哎呀，那是大喜事兒。藥已經可以停，就意味着已經完全可以投入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當中來了。对，但是也要注意，就是一個平時的一個情緒，因為他這個是很容易復發的。哎，那1年慢慢一點一點治療，老公突然間又找回了最初的模樣，又跟着自己走出黑暗，你的感覺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從我生病過後，雖然說我很多事情不記得了，因為當時我是真正的飽受了身體和精神的一種折磨。然後當時雖然說很多不記得了哈，但是可能就是他說的這一句話讓我刻骨銘心，所以即使我失憶，我也還記得。他說什麼？就是他所說的，他說：“老婆，我希望你能夠勇敢一點，堅強一點。倘若你真的不在了，我也會隨你而去。那我們的孩子怎麼辦？我願意放下我現有的一切，開車帶你去看祖國的大好山河。我希望用陪伴，用風景來治癒你。”然後當時也所謂的流下了妻子，流下了眼淚。我當時真的特別的感動。就是怎麼說呢？今生有此夫，我覺得已經足以。夫復何求？對，然後我就慢慢的、努力的去調整自己的心態，就是讓自己即使頭再暈，我也要堅持吃東西。因為我當時1個月就瘦了10來斤嘛。
包括我在老家的時候，他会经常给我發一些關於這方面的一些開導，或者說一些搞笑的，然後隨時給我打電話提醒我吃藥，就感覺好像自己被重新愛了。然後自從這次生病過後，我就發現他改變了很多。我就覺得可能以前我們只是相互的喜歡，就是普通的夫妻，我們感情好，但是現在我覺得我們就是真愛。就是離不開對方，因為我現在以我現在心態，我沒有辦法去想象，倘若有一天我沒有了他，我的生活應該怎麼辦？真說患難見真情，但不能只在患難當中見真情。那平時烟火日常也爱意要流淌起來。那我也不得不問一下，這一年你還打遊戲嗎？很少了，很少，就還是偶爾打2把。老婆還是能理解我的，放鬆一放鬆，就是说可能回家。洗完过后呢，可能会有適當的玩到1-2個小時。正常的，比如說10點鐘上床，11點我們肯定會睡覺的，都是有控制有安排的，有一個合理的一個時間安排了，就這樣。那個應酬打牌什麼的，經過這事過後，就我跟我老婆看得更重，就我的事業我無所謂了，跟我所有的合作夥伴也經常告知的，我能做我就做，我不能做就不做了，只要家庭幸福，2個人過得開心。這是我唯一的一個想法。OK， 那之前說要帶這個妻子滿世界旅遊，後來這個旅遊的腳步開始了嗎？實現了，第一次，10多年，接近20年，沒有坐過飛機，沒有出去過。哦，這是我們到雲南的大理和麗江。哎呦，對，就是今年到春節出去的吧，就是他生病過後，稍微有一點好轉，我們出去的第一次。洱海這一趟怎麼樣？開不開心？美不美？很開心。就是40歲啊，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真正的出去旅行。因為我從小也是喜歡拍照的嘛，他就會主動來，這些都是他給我拍的。我老婆來，我給你拍個照，怎麼樣的？多漂亮啊！對，然後就是整個人就是非常的放鬆，感覺這才是生活。可能我以前過的並不是生活，我只是為了生存。然後到了洱海邊，站在那裡。當微風拂過我的面，我覺得這就是幸福。孩子在身邊，老公在身邊，不愛拍照的他也喜歡陪我拍照，然後到相應的景點打卡。所以這次旅行應該是我終身難忘的。然後他告訴我，我們不僅這一次，我們還會有很多很多次。那是一定的。我深深的發誓，每年必須出去。對，每年。生活就在有美、有愛、有發現、有懷抱、有溫暖。是的。您發現了沒有？讓身邊這個男人做決定，有的時候也還有未知的美好，對吧？對的，是的，是的。現在情況好起來，貸款還有多少債務？貸款還有60多萬。還有60萬，不錯了。這幾年時間還了140，你這是有本事的，啊！所以熬過來了，熬過來，一點一點來，這說明慢慢在向好，好不好？把它作為一個新的起點。那我們接下來也把時間給到我們的3位嘉賓老師，我們聽聽看3位有什麼話想跟2位說。白老師，對於劉先生來說，他有點強勢，在以前。是的。所以他想要的男人是既能扛事兒，又不會忘記他。所以我覺得你們2位經過這一場風波之後，他真的可能才真正的讓你們2位去開始思考婚姻，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一個人，我們既要擁有自我的力量，又要擁有對深愛的人的關注，挺不容易的。2個人一起加油！謝謝你們的到來，謝謝。這個男人就是一個特別普通的男人，他愛妻子，愛自己的這個家，他想為這個家庭或者為自己創造出更大的價值，自我價值實現也好，真正的金錢價值也好。這些年來他都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他不太掙錢。我覺得從這個事情上面來出發，他也沒做錯什麼。是的，但是呢，他不能做到你心目當中那個完美的形象。我一邊痛苦着負債的，然後我仍然像以前用特別好的情緒小心的呵護你。但是在經歷了這樣的你的大病以後，這個男人又回到原先的那個狀態。他說可以放棄所有的東西，來到你的身邊陪伴。我想這個抉擇對於他來說內心也很割裂，但是
你可以通過這樣的一個行為，你能看到你在他的心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小娟儿，夫妻要相爱，相爱就是他爱你，你也要爱他。我知道你爱他，但是你要会愛他，讓他的那個自我發點芽吧，沒關係的，你很重要，他不會離開。對，好的，謝謝老師。謝謝，謝謝你們來了。發勇哈，老師好。人的交往有3種，第一叫認識，不要指望他能幫你任何忙，他不害你，你就作揖。第二個就是熟人，這種關係秉承一個原則交往，交易，你得對對方有用，你得有資源，跟他互換。你一個初創者，拿什麼跟人做這交易？你最後就拿陪他的時間搭進去，這個交易太吃虧了。第3個就是朋友，這輩子遇見一個就是幸運兒，伯牙子期遇見一個就是幸運的。你最好的朋友都是他，可以無話不說，可以平等交流，互相帮襯，不離不棄。你找着老公，雖然犯后浑，他悟性挺高的，只是可能他選錯了一些方法。今天他明白了，回頭了。我稍微勸你一句，你得在家裡也得當一個向上的力量，鼓舞，得讓家裡有盼頭。我們未來都是好日子。送你一句我喜歡的表情包：永遠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將發生。謝謝老師。謝謝。謝謝3位老師，金玉良言。一個家裡面，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就是家最獨特的地方。接下來舞台交給2位，進入我們今天的謝謝你來了。老婆，你知道這是哪裡嗎？你還記不記得？這是我們戀愛開始的地方。我當然記得，這是我們第一次約會的地方，也是我們第一次留影的地方。老婆，我想跟你說一聲，我對不起你，讓你承受這麼大的壓力。我不求榮華富貴，我也不求我的事業多麼輝煌。我希望我們的餘生還是我們彼此。老公，我想對你說，一直以來我都崇尚精神富有比物質富有更重要。無論未來如何，我終將與你風雨與共。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我請求你一定努力保持健康，比我流逝久一點，哪怕1分也好。在我印象中，從他第1句話開始說的時候，其實眼淚在中間就幾乎沒有停下，有悔恨的眼淚，有幸福的眼淚，但此時此刻我看到的是針對未來憧憬的淚水，把剛才所有的這些承諾都變成手中的行動，變成腳下的路，一點一點走到整個家庭更幸福的未來當中。謝謝你來了，謝謝，謝謝老師，謝謝老師。10年沒見爸爸一下，他老了好多，頭髮也稀了，牙也鬆了，感覺身體都縮小了。如果再來一個10年的話，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見到他。所以說，慢慢的，我覺得我應該放下我心裡那些氣。你是功不可沒，10年推動，功不可沒。我希望他雖然說童年不是很幸福，但他後面的人生是非常圓滿和幸福的。你是最懂我那個，所以說，老婆我愛你。謝謝你來了，敬請關注。
謝謝寶貝。年少賭氣，我與父親斷聯整整10年，始終不願主動邁出。給爸爸打個電話吧。是你懂得我內心的掙扎，至於我童年的傷痕，爸，助我解開多年的心結。今天父親節，祝節日快樂。老婆，謝謝你，幫我消除父子10年的隔閡。老婆，謝謝你，幫我消除父子10年隔閡。讓我們首先有請被致謝人妻子郝娜麗上場。現場的各位觀眾朋友，還有評委老師，大家好，我叫郝娜麗，來自內蒙古呼和浩特。哦，是漢族嗎？是。他要向你感謝，說你消除了他們父子10年的隔閡。对，言简意賅的講，就是他和他的爸爸之間有着10年的誤會，就是10年沒有任何的聯繫。然後我在中間其實做了很多，然後也費力不討好，然後最終結局是很好的啊，牽線搭橋。對對。來，我們請出今天的致謝人，丈夫黃鑫上場。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致謝人，我的名字叫黄鑫，同樣來自內蒙古呼和浩特。啊，10年隔閡哦，10年，怎麼了？之前發生了啥呀？為啥？是因為我4歲的時候，爸媽就離異了。哦，離異之後是跟爺爺一起長大，從我小的時候到長大，並沒有太多感受過父愛，感受過父母家庭的那種溫暖。所以讓我跟爸爸會有很多隔閡，而且我爺爺家和我爸爸家只隔1條馬路的距離，他不會經常性的來，可能10天半個月1個月左右會來一次，來了以後，你作業做怎麼樣呀？這個有沒有這個親爺爺啊？但是就沒有家庭那種溫暖或開心的父子聊天啊，很少。他是後來有組建新的家庭嗎？那邊？對。你看我4歲是94年，然後同父異母的妹妹是97年。我稍微有點理解的，有沒有可能他新家庭那邊妻子管的就比較嚴格，所以也不是嚴格，就是他的性格使然。哦，我爸爸跟我爺爺的性格完全是不相同的。我爺爺是典型的山東大漢，但我爸爸呢就是，怎麼說他的性格就比較內向，就用四川話來講就是耙耳朵，所以說淡淡的就是他們在生活在他們這個家庭當中。哦，然後我呢就是完完全全的和我爺爺在生活。明白，聽起來好像就是感覺比較疏離，但也不至於到決裂。發生了什麼轉折點？從小到大因為缺失父愛，然後我們倆結婚的時候，14年結婚的時候我們要買新房子嘛，買完新房子之後，然後我們基本就是把所有的積蓄都花在了裝修裡邊，就沒什麼積蓄了。然後恰巧趕上我老婆給我生小女兒啊，然後需要這個住院押金，我們那邊住院押金需要1萬塊，1萬。對，當時我們我實在是掏不出那麼多，所以說呢，我就選擇了低下頭去找我父親求助。其實我很不情願去，但我實在沒辦法，就是1毛錢難倒英雄漢。那父親當時的經濟情況或條件怎麼樣呢？其實我父親是一個人在掙錢，我的繼母是沒有任何收入的，而且還有妹妹要撫育他成長嘛，上學什麼的。其實我知道他還比較困難，但是我覺得我就想試一試，也沒有抱太大希望。我覺得這屬於我的人生大事，我覺得我父親一定會支持我。這也是他的孫女兒啊。對呀，所以說我就去到家裡邊，然後我就跟爸爸說，我說爸爸，那個你看我是裝修房子啊，我這個錢呢不是特別富裕，然後呢现在老婆要生孩子，他肯定是跟我們家姓，我觉得作為一個男人來講，這個住院押金的話應該是我們這邊去掏。說完之後我爸爸沒有什麼回應，他也沉默，
然後继母会站出来说话，然后说：“哎呦，家裡沒這麼多錢啊，要不我給你出去借吧。”我一想到這兒，我說那就不用了，我自己想辦法，我就起身就走。其實當我爸爸沒講話，然後繼母說出去借錢這個事情的時候，你能想象到我滿懷欣喜的，我本應該這個事情去結束了，我已經會拿到一個結果，我會拿到這個湊吧住院押金，我能去交到醫院。沒想到去吃了一個閉門羹，然後我就心情特別低落，然後我就從他們家走出了大門。那如果說之前是疏離，這一刻可能裂痕就已經在產生了。你知道他當時去找了孩子的爺爺？知道，然後他其實回來以後很沮喪。剛才我老公漏說了一個點，大家可能就不太清楚，你們為什麼會生孩子沒有錢？就是我老公的爺爺在去世的時候，他是留有一套舊的房子給我老公的，就用來孫子將來結婚嘛。然後我們就把那個舊的房子賣掉了，以後用那個的房子的錢買了結婚的婚房，但是婚房是需要裝修的呀，所以我們就把自己所有的積蓄，包括我們結婚的積蓄，包括父母就是他父母給我們這邊的彩禮錢，包括我父母給我錢，我們兩人全部放在了裝修上，就是沒有想依靠老人再去給我們花錢，說給你們去裝修啊，怎麼樣，因為家庭很特殊，就是我公公那邊又有继母，也不想添那麼多麻煩，所以我們就經濟比較拮據，然後在生孩子這件事情上就那一下確實是沒辦法了。其實我此時的感觸，並不是說我們有多難，就是覺得我老公很少有人去愛他，就是他此刻回來的是一種委屈，就是不好意思，我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沒事沒事。他是4歲離異，然後從小跟着爺爺奶奶長大，14歲的時候奶奶去世了，然後18歲的時候爺爺去世了，他是一個人長大。對，然後就我來很心疼他，我說你不要分彼此，就是你家準備也好，我家準備也好，其實我們是不分彼此的。這個錢其實沒有多少，我們過後的話我們會努力賺錢，然後還會解決到這個暫時的困難。但他回來以後，我覺得更多的是心疼吧。懂了。這個婚房啊，是爺爺給您準備的。是的，我有4個姑姑。有4個姑姑。因為我要繼承爺爺這套房子，是需要我4個姑姑和爸爸去簽字的，所以說我4個姑姑都很親我。很好，姑姑很好，都沒問題，都表示都沒問題，沒問題。什麼時候去，你只要我們在乎事，你直接去公證處，我們給你簽字。所以這個房子的問題，其實按道理來說，這也是爸爸的這個責任之一，爺爺給承擔了。對。然後裝修呢這一塊呢，小兩口給承擔了。對。所以心裡其實隱隱是有個期待的。那就是自己的爸爸能不能也承擔一點呢？所以這個時候真的就遇到了困難，真的是1萬塊錢難倒英雄漢。對。但是孩子就要出生了，這個沒辦法。對，就這個就連這一下，就繼母一攔，父親也沒說話。對，心裡就怨懟就。然後我覺得加上2個父親有對比吧，就是我父母會非常的開朗，我爸爸說沒有事兒，不要分彼此嘛，咱家有。我爸就跟他這麼說，他又想着我爸都那樣，然後岳父又這麼好，他可能心裡這個落差會更大，所以有一個疙瘩在。懂了，這期待在前面了，期待值調動起來了，這一下落差大，這算是一個裂痕，是受傷的。對。那後來呢？後來我們就不是去想辦法去弄錢嘛，然後他的父母一直在說，沒事兒，這個住院押金我們來出。我說不可以，我要自己想辦法。最後我在我上班的單位和領導去預支了1萬塊錢的工資，然後我們把住院押金交過去，順利的孩子出生，他屬於順產，然後第2天恢復的還不錯，因為各項都合格了嘛，然後我們就直接出院了。那誰知道我們前脚走，我父親帶着東西，帶着錢，然後去到了醫院。這個事情我之前不知道。是因為我老婆她會給我爸爸去打個電話，說孩子生完了，意思要緩和一下我們之間情況。然後我爸爸說，其實啊，你們生完孩子，我看到信息，我第一時間我是去到了醫院的，但是你們沒有人。然後据我繼母跟我描述的時候是，
臨走的時候還狠狠地踹一脚医院的门。但我觉得这是个好信号啊，就是其實父親還是帶着東西啊，在這來看自己的這個孫女了。但是後知後覺跟當時不知道，當時不知道，當時2年以後才知道這個事情。對，所以在您這邊的接受信息就是生孩子父親都沒來看一下。對，就有誤會。再往後就是因為他們家是有很正的家庭觀，然而我呢就是很缺失。然後逢年過節回他的爸爸媽媽家吃飯的時候，他爸媽就會跟我說：“哎，這個馬上過年了，你要不要買點東西，去你爸爸家看一看？”然後他爸爸不喝酒，但是家裡有酒，那個家裡有幾瓶酒，你拎着去看看你爸爸。我說不用，沒必要去看。我說咱們一起好好這個吃飯聊天過年就行。他爸爸說不行啊。再怎麼說，你也是作為小輩，你要懂得向父母去低頭一點。其實有些話我是沒法跟他的爸爸媽媽是說的，然後這個事兒就過去了。晚上我老婆回到家裡會跟我說，要不然這樣吧，你看爸媽一直擔心這個過年去你爸爸家的事情，要我們今年過年去一下。這生完孩子了，爺爺還沒見過孫女兒，哎，要不要去一下？孫女兒做一個緩和的橋樑。對啊，他很堅持。我說行吧，那我就硬着頭皮要去一下。然後這是我跟父親的第2次的裂痕出現的事蹟。這帶着孫女兒去，去了更早，抱着應該就倍兒開心啊！我跟你講，咋了呢？是這麼回事。除夕我們抱着孩子1歲嘛，剛去爸爸家裡吃飯，我們也拎着各種東西，其實其樂融融的我們吃了一個飯，也沒有發生太多的這個口角上的東西，也沒有受太多情緒上的起伏。然後我們要準備臨走的時候，我在這個屋子裡邊和我女兒玩，然後我老婆去上洗手間，我的爸爸跟繼母去到另一個房間，就是這個衛生間和這個房間離得很近的然後呢，他會聽到了一些事情。哎呦，這門其實是敞開的，就是因為我們在臨走的時候，爺爺是要拿壓歲錢的紅包給孫女兒，然後跟繼母就說，我們也叫婆婆，孩子也叫奶奶，說你拿500塊給孩子包個紅包吧，過年。然後婆婆就非常清晰的說，哪有500，200不就行了嗎？然後很大聲，甚至我覺得他是不怕我聽到的，然後我就咯噔一下子。我當時其實說實話，我心裡聽到這話我也很生氣。我生氣的並不是說這個錢的多與少，其實誰也不差這幾百，但是我覺得它是一種愛的深度。就我總覺得好像就是有一些落差吧，不僅是我老公，我也會有落差，然後我也很不開心，然後我就轉身回到了我老公，我說咱們快走吧，我說那個爸爸要給壓歲錢你就甭要了。他說為什麼？他就問我為什麼？因為他們2個人老人已經為了這個多與少的問題在爭執，我就索性不要了，他們就不用爭執了吧。而且我也是帶着賭氣的成分，我就跟我老公講，我說你就別提了，我說可能爸爸要給多，然後可能媽媽不讓，然後我不想他們因為這個吵架，咱們就別要了。然後我老公一聽這個就比我還生氣，穿着衣服帶着孩子就要走，通就走到門口。結果繼母拿着200塊錢，哎，別走啊，都沒來得及塞到紅包裡，給孩子壓歲錢都沒放紅包裡，不用了，就沒有紅包，就拿手裡面200塊。然後說那個，我說不用了，那個就過來過個年，不用壓歲錢。然後我當時很氣憤嘛，其實是屬於那種的都沒要走。然後這個時候，繼母補了一句話啊，怎麼了？看不起我們嗎？我說沒有，哎呀，直接我就走到，然後這個在你推我讓200塊錢掉到了地上。我揚長而去，而且在樓道裡，就是往防盜門的門裡門外，在推搡之間，這個錢就飄到了樓道裡。然後我揚長而去，然後他關門而合，也沒撿這錢，也沒撿，你也沒撿，我也沒撿，那肯定最後應該是撿。最後我給他爸爸發信息了，我說我們沒有拿，我說你快去樓道裡拿回去吧，我說我跟他說了。哎呦，每次最後收拾就你得您出馬了。對，為什麼說是更深的一道裂痕？其實剛才我老婆也在講。錢多少無所謂的，就是因為孩子出生的時候，你並沒有任何的出力，也沒有幫到過我。然後1年之後，你也沒說這個期間給我打個電話，給我老婆打電話問孩子怎麼樣了，還吃奶粉啊，吃母乳啊，這個孩子有沒有這個其他的小毛病啊？沒有過。
然而1年的時間没有联系，再联系的时候，再见面的时候，因为500和200有争执，就是我们俗话讲就有点窝囊啊。你想，其實公公一個人在賺錢，而且公公的工資不是很低，單位也蠻好的，他的一個人的工資可以其實涵蓋相當於我們當地2個人的工資，然後可以養繼母，可以養妹妹，這都沒有問題。其實我覺得我老公他需要的更多的不是說你給我經濟上多少，他更渴望的是一種愛，甚至於就像我之前可能你們都不太了解，就因為我是離異帶着孩子，而且我們倆是姐弟戀，我比我老公要大很多。哦，我83年的，他是90年的。然後我們2個人在戀愛的時候，他會對我女兒、大女兒都我的孩子付出，包括他的點點滴滴對我的孩子的好，我全部看在眼裡。就是我一開始認為可能他很小，他也有童心，他是不是能玩在一起？後來我才發現，他把我女兒看成是他小的時候。他覺得我小時候缺的東西，我不要讓你的女兒再遭受一遍。就是這種的孩子是特別需要愛的。他甚至都沒有關於，比如說6·1節，很簡單。我6·1節，我跟他帶着我的大女兒，我們說去遊樂場坐旋轉木馬呀，坐什麼滑梯啊什麼的，這些很正常，對於一個普通家庭非常正常的事情。我記得有一年我小時候6·1節，我爸爸帶我去坐那個碰碰車，怎麼樣，然後他就不說話。我說你有嗎？他說沒有。他甚至都沒有關於任何他童年的時候父親和母親帶他出去的任何的畫面，唯一的一個畫面是他父母離異後，他跟他的爸爸在一個房子裡面吃泡麵，沒有了。4歲，對，4歲正好是我們記事開始清晰的一個起點。對，我覺得他對於公公的渴望不是多愛他，他希望公公把對他的愛灌輸到他的女兒身上，來彌補一下他童年的缺失。所以你對這邊2個女兒應該都非常好。哎呦，是女兒奴，太奴了，特別奴，非常奴。自己淋過雨，所以傘就一直為孩子們撐着。對，你看，這是我們帶着去迪士尼的照片，就任何一個活動，他都說必須要帶着大女兒。這是我們的小女兒，那是我的大女兒。這個也是給女兒在海底撈過生日，就是每一個孩子，包括生日或者各種節日，他都是必須要一起。這是他小時候沒有的。所以您在父親的這個責任承擔這一塊已經竭盡所能了。對，我是希望我作為一個父親角色，把它做到最好。但你也希望你的父親也能勇敢的去愛。在這段隔閡當中，其實沒有任何奢望，其實屬於失望至極。我覺得好吧，那就不聯繫就不聯繫了。那個200塊之後就再沒聯繫了，再沒聯繫，直到那是2016年的事情。對。到2026年，對，在26年到今年了。對，今年我們春節是第一次跟公公坐在一起吃飯，也是除夕，10年。老人不想看一下自己孫女嗎？10年呀！我跟你講，這個就是所有正常人的邏輯，就是10年，難道爺爺真的不想見孫女嗎？誰都想不通，不理解。包括我老公自己也在想。哪怕是我爸就是罵我，給我打電話說你個臭小子，你趕快把孫女兒給我帶過來也行啊。沒有，就是2個特別極度相似的人都在憋着一股勁兒。好，你不聯繫我啊，OK，我也不聯繫你，然後就一直這樣的憋着。其實中途我做了很多次努力，就是斷斷續續的都有。比如說孩子上了幼兒園，幼兒園有一個作業就是畫那個全家福，什麼爸爸媽媽呀，姥姥姥爺爺爺奶奶。孩子有一天回家問我。說媽媽，我為什麼沒有爺爺？然後我就看我老公，我老公就走開了，就轉移話題。然後我說爺爺可能比較忙吧。我說你大一點，可能爺爺會回來看你。就是我覺得這種事情不是一個長久之計，因為你想，我老公既然是女兒奴，女兒的成長的點滴他都是要記錄的。他會經常發朋友圈。然後我老公在發我女兒朋友圈的時候，我會悄悄地問他，我說你發這個東西，你說你爸會不會看到？我會探視性的問他，我原以為他的期待的就是管他愛看不看，結果他沒有，他說應該會吧。其實往往這樣說的人，他是特別期待那個人去看的。是的，表面越強硬，內心越脆弱。對，那發一個唄，並沒有，連點讚都沒有。有沒有可能他也是偷偷看？然後想我這死兒子不給我發，我就不點讚。對，可能都是在潛水，降上了是吧？對，哎呦，誰跟誰都不聯繫。然後我就想，我說要不這樣吧。我說那就讓爺爺去嘗試着接一下孩子，因為幼兒園接回去以後，你父母得去爺爺家接孩子呀，這樣他倆不就又能碰着了嗎？而且我說實話，
我還有一點內疚在，為什麼我要給他們2個人就不緩和起來？你想着那個1歲的時候不是去爺爺家過年了嗎？哦，如果我把聽到的那個事情沒說，那我老公可能就不會生氣。哦，所以我就想，那就挽回一下吧，那就給他們父子再撮合，制造幾個機會。我老公以為我去接，然後我就沒跟他說，我就給我公公打電話，我說那個爸，你要不去接下孩子吧？就是我們今天很忙，我们2個走不開。我還特意跟老師說了，我說爺爺去接，然後爺爺就去了。當爺爺去到幼兒園的時候，其實這一次的行動更深的觸動是把我公公扎到了，因為孩子他很陌生，你知道嗎？就是哪怕是我的好朋友去接，他說哎什麼什麼阿姨，什麼什麼叔叔，他可能對我的朋友都很熟，但對爺爺他其實是不熟的。然後我女兒說爺爺，然後就是很怯懦，甚至老師跟我形容說孩子好像不是很願意走，反正就這麼半推半就的也就接回去了。据我女兒回來跟我講，爺爺說表達的很熱情，想給孫女兒這個，想給孫女兒那個，吃這個嗎？要這個嗎？就是很熱情。然後我讓我老公去接，我老公說你這是幹啥？意思就是很明顯我在撮合他们。然後我老公去接，很意外的是父子倆零交流，你知道嗎？我這個事完全於白做，就是誰跟誰也沒有什麼寒暄，也沒有什麼招呼，就是把孩子給我接回來了，啥也沒說啊。從我內心來講的話，我是不願意面對他的。我一看着他，我就會覺得，他會不會讓我心裡很不舒服？他會不會讓我覺得，他生這個兒子多餘？所以說進門，我說我姑娘朝我過來，我直接抱起來說，咱們走了。然後他會說跟爺爺奶奶再見。然後我直接抱樓下樓就走了。我知道他在有意撮合，但是我實在當時邁不開那步。還有就是我老公家那邊有很多家族的群嘛，我有些群我也是在的，就是有一些大型的聚會，比如說姑姑家的孩子結婚呀，或者哥哥姐家孩子過生日呀，這種宴會我是非常積極的，我就給孩子穿好，我就帶他去，我說知道爺爺肯定要去嘛，我就讓孩子有這種印象，這是爺爺，這是奶奶，這是姑姑，然後打招呼。然後其實每當我帶着這種大型的聚會、家庭的聚會的時候，我帶着孩子去到爺爺的旁邊，我會刻意的觀察我老公的表情，看似他是不看的，他其實是非常期待。他們父子倆都憋着勁兒，沒有任何一個人真正的質疑過對方愛不愛自己。他清楚的知道他爸爸是愛他的，他爸爸也知道他是愛他爸爸，但是呢，就是不說。表面上呢有一層面子。攔着薄薄的，但是極難擊穿。底下呢還有一個隱隱的期待，他不是希望他爸爸愛他，他是希望爸爸勇敢的愛他。這個事兒啊，真的，你這個位置是至關重要。這2個人我沒想到能較勁10年，父親多大了呀？61年，61年已經65了。對，經不得耗了。中間還有他會去點開他爸爸的朋友圈也好，甚至關於他爸爸的微信步數，他也是能看到的，就是這些都是他們其實想聯繫又不願意邁出去的那一步，所以我覺得要有這樣的一個契機。就中途我問過我老公一句話，我說假如我們現在不去見面，我們不去聯繫，你知道嗎？我們家到公公家只有15分鐘的路程，非常近。然後我說假如有一天爸爸突然間生病了，他就是躺在那兒，他是你爸，你再去看到他的時候，你會後悔嗎？然後我老公可能就是這些話會扎到他，他說哦，確實，他就當時就不說話了，也再後來就沒有跟我特別強硬的爭執。我總覺得總有一天他們肯定會好，但是因為我覺得我老公心裡面的傷痕太大了。我給你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為什麼我老公他不願意去到那個他父親再婚以後的那個家？他說我永遠記得我去到我爸家裡面，我抬頭會看到桌上擺了一張全家福，沒有我，只有繼母、爸爸和妹妹，那個家跟我沒有關係。我覺得太難受了這種話，所以我們家就是我們後來拍全家福的時候，無論什麼樣的全家福，就比如說我大女兒、我小女兒生日，或者說過年的那種照片，我老公說你一定要把大女兒帶上，因為我大女兒叫豬豬嘛，他說要把豬豬帶上。我就覺得他是那種極度缺愛，然後就是他是有怨在那個裡面的。
那这10年你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整整10年好像中间缺乏一个破冰机会。我很好奇，10年之後是發生了啥呢？緊接着就是到了女兒生日的時候，我說一定要讓爺爺來，因為在我們北方，就是孩子的生日12歲這個生日算是他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生日。啊，就是要大辦。我說這是一個特別好的契機，在12歲生日的時候，我說你要去邀請那個爺爺來。好機會，大辦嘛，那兩邊家人肯定要來。他還是拒絕的，還是拒絕。但其實我對我爸爸也是有所期待的，其實我也想，要不要看一看他，要不要見一見他現在怎麼樣了？因為我爸爸再婚以後，就是去到那個繼母家的時候，把腿摔斷了。所以說他後期的恢復不是特別很好，就走開路會跛一點，然後就是每次見面的時候我都問你這兩天腿疼不疼啊，恢復怎麼樣？然後我就想看一看他現在是什麼狀態。我小時候還有一個很深印象，就是我爸老領我去我們小區那家包子鋪，小籠包子贼好吃。我一沒事幹，我說哎老婆走咱們吃包子去。其實第一是那家包子確實也還不錯，還挺好吃。第二，我跟我爸一起吃過，就我們倆，沒有外人。其實我更多想，我會不會在吃包這個時間點能看見我爸爸？我想看看他現在是什麼樣的，腳還好嗎？對，我想關心他一下。但是10年反反复复去很多次，只見過一次。見過一次啊？只見過一次。那沒打招呼啊？沒有，是我們到那個停車的時候，因為我每次去都會四處張望。當我停下車，看到我爸手裡的這個袋子一跛一跛往前走，我自己內心在做掙扎，我說要不要下去啊？叫住他。當然想一想，我們說什麼呀？見面多尷尬呀！隨便說什麼呀？算了。有沒有可能他也去了好多次，就想着能不能碰到一次你呢？有沒有哪一次你把車停好了，往外走的時候，他在那樓道裡也看着你上了車，然後他想，哎，我兒子長這麼高了，還是帥啊，要不說點什麼呢？又不知道說點什麼，算了吧。對，當時其實就是內心的還是放不下自己這個賭氣那個點，還是有氣在。真的太軸了，軸。對，就是我這人確實有點軸。對，我就覺得他倆人都軸。你這包子是你跟你父親獨家記憶？對，獨家記憶。因為他跟爸爸單獨吃飯的印象幾乎沒有，基本沒有。就像他跟他爸爸都翻不到合照。哎呦，你看這張照片，這是唯一他跟爸爸同框的照片。我的天哪！最左邊穿純黑色的那個衣服是我爸爸。是抱着孩子那位？對，抱着孩子，那個孩子就是我，就是他。哦，那是你啊？對。然後再往上，最左邊的紅色的毛衣是我的親生母親，他媽媽，我的媽媽。哦，這可能也是我唯一一張全家福吧？你們當時和我爸爸的合影。這12歲大辦，爺爺肯定得來。不是，人也爺爺肯定願意來呀，但是得請，得他請呀，得他請。你請了嗎？2026年1月份給孩子過生日，然後我們就開始張羅邀請的人。第一呢，我還是不願意再和他有接觸，其實還是抵觸心理。我說這樣的事情沒必要。然後就開始我老婆、她的爸爸媽媽、我的姑姑，就感覺所有人的槍都瞄準了我。那是我發動的，我還發動了我的親婆婆。對，我這一次我搬出了重量級的人物，就是我的親婆婆。哎呦，我就想他們2個人都離婚那麼多年了，她都不介意，就是我公公來。我當時跟我婆婆說，我說媽，你得說說你兒子，距離上一次一個桌吃飯是10年前，太可怕了。我說你得邀請，讓他把你前夫請來。我還跟我婆婆調侃，我跟我婆婆特別能聊得來。因為婆婆沒有再婚，一直是一個人。然後婆婆晚上就跟他說，我跟你講哈，娜麗說的是對的，你得給你爸打電話，你別阻止人家過來見孫女兒，你這個太自私了，你這樣是不對的。然後我老公當時還跟他媽媽說，那你不介意嗎？我婆婆說，我都多大歲數了，我介意啥呀？這一句就我婆婆這挺重要的，哎，我老公那個時候就願意打電話了，然後打了個電話還不行，
对，然后其实也不是直接给我爸爸打，我是先问我姑姑。对，我先跟我四个姑姑，我跟我四个姑姑走的，我感觉比我爸都亲。对，我说姑姑，那个孩子要过生日了，我说要邀請一下你。然後每一個姑姑都會問我一句：“你跟你爸說了嗎？”對，我先給你們打，再給他打。那一定要給你爸爸打哦。爸爸你不去的話，我們是姑姑怎麼去啊？沒法去啊。這也是他提前跟我姑姑去。姑姑也是。對，必須所有人就要我剛才，我為什麼跟你說所有的槍的感覺都瞄準我？然後我四姑姑打完電話之後，然後我撥通了我爸手機號啊，10年了，10年手機號都沒換，還是那個號。我給我爸打電話，爸爸，我說孩子過生日，幾月幾號在哪，到時候你過來。然後，哦，行，好嘞。那個身體怎麼樣？還行，還行。那行，那我說那就早點來，當天我先掛了。連1分鐘都沒到，我感覺沒話說，不知道該說啥。然後我打完這電話了，我四姑一會兒又給我打回來，欣欣啊，給你爸打電話了嗎？我說打了，你爸爸怎麼說呀？那我說我爸爸去，那不行，你得去你爸爸家邀請一下，親自上門。啊，我說沒必要，我打電話我爸都說來了，我說沒必要去了。那不行，你作為晚輩，你這個，對吧？你給你姑娘辦事業，邀請長輩，你是要過去一趟的。你要這樣的話，姑姑生氣了啊。然後我四姑父在旁邊啊，就啥你應該去啊，你不去的話，對吧？怎麼樣？我行，我去。我四姑逼迫我，但我同意。對，我還準備了2瓶酒，因為我公公愛喝酒。哦，對。然後我老婆說，你四姑小時候這麼親你，別寒人家心。拎東西去吧，然後我們就拎着東西去，到門口了，下車走吧。他就跟我說：“你把後邊東西拿2瓶酒拿上啊。”這次我不跟你去，我讓他一個人去。哦，我故意不跟他去，他讓自己面對。妙啊！對，只能一個人去。對，他說我說你確定？他說我確定。我說行，你等我5、6分鐘我就出來了。當我敲門的時候，我爸給我開門。巧不巧的是，當天就我爸爸一個人在家，繼母和妹妹都不在。其實當我推開門的時候，我看到我爸樣子，真的這10年時間我才認認真真看一下我爸，頭髮也稀了，牙也鬆了，感覺身體都縮小了。然後他一拐一拐走到我面前，說：“你來都來，你拿什麼酒呀？”我知道你愛喝點，但是我這酒你不能多喝，對身體不好。這麼大歲數了。然後我們倆就坐那兒開始聊天，說你現在問我的近況，問孩子近況，我都挺好。我給孩子準備過生日嘛，我說姑姑非要讓我來一趟，他說你來不來都行，爸肯定去。其實從他這句話當中，就我能感受到一點溫暖。我覺得10年沒見的爸爸一下他老了好多。如果再來一個10年的話，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見到他。所以說慢慢的，我覺得我應該放下我心裡那些氣，我應該放下對他的那些偏執。無論他愛不愛我，想不想要作為一個父親要不要盡責任，我覺得從現在來看無所謂了。所以我覺得該放下了。我說那就當天你打扮打扮，我說來參加孫女生日宴。我爸說行。我進門的時候跟我老婆說我5、6分鐘出來，但我跟我爸聊半個多小時。沒說把那酒開一瓶，爺倆抽乾他一瓶。那瓶酒是26年的春節，就是孩子生日宴結束之後，然後我們又去。我跟我爸沒喝過酒。你想啊，10年前也還小，不能喝，只吃包子，沒喝過酒。對，只吃包子。然後10年後，我爸把酒開了，把煙給我放上，抽煙，喝點吧。
我这人从来不喝白酒，我见都邀请喝点呗。我们俩这个桌角对角，开始碰杯换盏。我爸去了以后，炸丸子，问我们家姑娘爱吃啥，就反正一下就感觉情感被升华了，就好像10年前那些所有的不愉快，从这顿饭上面好像就所有东西都消失了。家不就是这样的？对，一茶一饭，一碗汤一杯酒。这张照片，中间的是我姑娘，她的左边是我的爸爸，就是右边是继母，前面坐的都是我的姑姑姑父，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同辈的我的哥哥姐姐姐夫们。哎呦，这是所以说10年后又有一张大合影，全家福。真好。对。当摄影老师把这些照片发给我的时候，我盯这张照片，我盯很长时间，真的是有感触的，真的。你是功不可没，10年推动，功不可没。人说一个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一个不幸福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我希望他虽然说童年不是很幸福，但他后面的人生是非常圆满和幸福的。这现在怎么样？走动来的时候不是正好赶上父親節嘛？然後我也不在乎事，我給我爸打個電話，我爸父親節快樂。然後我跟他說我們要參加一檔節目，然後他也沒多問，行，出門要注意安全。然後我說這樣吧，我回去給你們帶點火鍋底料，把重慶了一趟。對，然後我說行，那回來咱們過來吧，反正也打電話，就現在就是聊天會舒服很多。包括前段時間就是過完年，正好那個繼母有一點不舒服，然後爸爸還會主動諮詢他，問他說你認不認識那種比如腰間盤突出的那種的認識的人吶什麼的。他當時問爸爸說您不舒服嗎？他說沒有，說那個是你繼母她身體不太好。然後我當時就跟我老公說去看看吧，我還買了很多的保養品去看了看，就走動的比以前頻繁多了。對，爸爸起碼主動會問他了，也會給他聯繫了，然後他也會跟爸爸聯繫了。你看這中間就是薄薄這麼一層紙。它就像鞋裡的一粒沙，走遠路的時候你一直走吧，它一直在。對，它就是把你腳磨出一個又一個的水泡，但你不知道怎麼把它倒出去。對，需要智慧，需要堅韌，這多虧有你，真多虧有你，不容易。這小小一粒沙。但他對我這邊的付出也很多，我覺得夫妻之間是相互的。對，他對我的愛或者對我女兒的愛都很多，生活中非常多的點點滴滴，我覺得他是值得我這樣去做的。也許像您跟您家庭那種特別融洽的關係，也是最初特別打動他的一點啊。也我會被影響到。對，是。也有他很羨慕的投射的部分在，所以很幸福，很幸福的故事。謝謝你們走到這個舞台上來分享。我們接下來也把時間給到我們的3位評委老師，我們聽聽看3位有什麼話想送給2位。白老師。對於黃鑫來說，首先你妻子真的是功不可沒，就是因為他讓你避免了一個無法挽回的遺憾。就像剛才陳明老師說的，你和爸爸這樣的一個抗衡對峙，不是因為仇恨，而是因為深切的期待。對，所以我覺得對於你妻子來說，她看到了你在倔強的背後的那樣的一個深情，也看到了你通過對他的大女兒豬豬的那些行動，看到了你作為一個當年的那個孩子，其實是有多麼的渴望。所以我覺得真的挺好的，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對父母就是理想化的，並不能夠意識到，其實他除了是我們的父親母親之外，他們還是他們自己這個人。所以你這個媳婦兒選得好，我也這麼認為，眼光很好啊，所以特別的開心，你們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父子之間的開始，既沒有成為真正的遺憾，也沒有遲到太久，還有很多的時間。祝你們未來的生活能夠快樂、健康、幸福。謝謝，謝謝老師。2位好。娜麗是個好媳婦兒，比你大7歲，對，選她是一定的，因為她身上有母愛，這不是不好的東西，這就是你需要的，所以她才能讀懂，所以她在你周圍瘋狂的試探，
他明明知道去撮合你和你的父親會讓你特別不舒服，但是他還是要瘋狂的試探，因為他知道在你自我保護的這個殼裡面是特別渴望這個關係破冰的，而他能讀懂。我覺得這樣的組合難能可貴。說完娜麗，其實最後想說，真正我覺得不容易的是你，黃鑫。你說那張合照沒有你的時候，所以這是你10年不登門的原因，一下子擊中了我。但是我知道你得咽下多少委屈，你才願意去踏出這一步，真不是簡單的，就是說你很犟。所以我才覺得黃鑫你做得很好。所以非常感謝你們最後這個故事有這樣的一個溫暖的，但是未完待續的這樣的一個場景，期待以後有更幸福的時刻。好，謝謝你們来了。謝謝。謝老師，特別溫暖的一個故事。我覺得黄鑫比我表現好。这个父子话题啊，自古以来都百感交集，这跟父親這個角色有關。爹是鹽，爹得給孩子力量，爹得給孩子志氣，全是苦活。媽媽是糖，給溫暖，給關懷，給臂膀。父子的關係就是用半生去 PK， 而你突然，然後用餘生去和解。你珍惜你今天，很多人活着和解不了。第二點，就離散的時候怎麼重聚？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的重逢，重逢的挺高級，值得推薦啊！很多人要看看這個故事，看看人家怎麼重逢了，這樣重逢最美。其實這是一個特殊秀恩愛的節目，他做這些節目的良苦用心，其實是向你表達他對你的認同，對你的一番深情。從父愛的角度，從夫妻的角度，你都如此的幸運。希望這種溫暖能鼓勵很多人相親相愛。謝謝你們來了，謝謝老師。謝謝3位嘉賓，這媳婦兒太好了，她能不擊碎你那個大男人外殼的同時，照顧好你內心那個小男孩，這個本事很稀有，很不容易。這真的是因為愛而走出的一個非常幸福的故事。謝謝2位來到我們的舞台，接下來舞台交給2位，好不好？好，進入今天的謝謝你來了。又看這張圖片了，看到了。這是孩子12歲當天我們的場景的布置，也就是這一天，我跟我爸爸有了第2張全家福。謝謝你老婆。我們倆結婚12年的時間，在一起了16年。感謝你這麼多年對這個家庭的付出，對我的照顧，對我身邊所有事情的權衡。我覺得能娶到你，是我這輩子最大的願望。所以說，未來每一天，我們把自己的日子過好。爸爸那邊呢，我也會努力，我不會辜負你這麼多年的這麼多付出。謝謝你，老婆。說好不哭了，我們不說好不哭的，對吧？其實我覺得夫妻之間是不需要感謝的。我28歲的時候，你闖入到我的生命，然後讓我在不相信還有愛的那個年紀的時候，擁有了很多愛。你正直又善良，我不希望你的餘生是在抱怨中度過的。就像我們經常說的，子欲養而親不在。愛是需要相互的，因為你給了我很多愛，所以我也願意讓你擁有更多的愛。你是最懂我那個，所以說老婆我愛你。
哭错了。你好像哭得比我惨哎，我不太爱哭。两位不是说好不哭的吗？我已经不是很爱哭的那种年纪，只是会哽咽。但他真的好爱哭。我发现这个男人岁数大了，真的是眼睛特别软。这就是他那个纯粹的那一面。即便到今天，他依然好好的保留在。你说他正直善良，也是因为内心那個少年，对，還一直相信那些很多人已經不信的東西。對嗎？是的。是。謝謝來到我們的舞台分享你們的故事。謝謝兩位了，謝謝大家。